大家好，总统您好。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日子，很高兴我们表达了敬意。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伟大的人们、伟大的父母、妻子和家人，我们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我想你们至少部分的看到了。有什么问题吗？川普总统，您刚才目睹的一切有没有让您对继续这场战争，或者向中东派遣地面部队产生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整个邪恶的帝国。我相信，这还会持续一小段时间。但是我为这些人民和父母感到非常骄傲。那些父母为他们的孩子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说：“我的孩子。”父母们都非常骄傲。你们知道，这些父母中很多人都是军人，所以，但这总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战争本身的进展非常好，令人难以置信。情况已经是尽可能好了。我们有皮特在这里，皮特，我们还有史蒂夫·维特科夫在这里。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问题，先生，现在已经1周了，行动已经1周了，您预计还要多久才能结束？我认为我们在1周内取得的成就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多。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海军44艘军舰，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空军每一架飞机，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导弹。你们看，伊朗导弹已经很少再发射了。我们还狠狠地打击了他们制造导弹的生产区域，他们的无人机能力也大幅下降了。我们打击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可能拥有的各种形式的领导层，我们也都已清除。你还是预计需要6周的时间吗？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我从不预测那个我们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但是，他们的军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可以非常猛烈地打击他们的军队本身。也许我们会，也许我们不会，我们还没有做出那个决定。您觉得现在的油价怎么样？您担心油价吗？为什么？这是一次迟来的行动，本该在47年前就完成。这件事花了47年才做成，而且没有哪位总统有胆量去做。您是否担心最终会因为更多这样的遗体移交仪式而再次回到多佛？我当然不希望那样，但这是战争的一部分，不是吗？你是哪家媒体的？华油。你认为这是战争的一部分吗？是的，死亡是战争的一部分。是的。是的，这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令人悲伤的部分，也是糟糕的部分。总统先生，美国是否在战争的第1天轰炸了伊朗南部的一所女子小学，并造成175人死亡？不，在我看来，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那是伊朗自己干的。真的吗，赫格塞斯先生？是伊朗干的吗？我们正在调查。还在调查？但是伊朗是唯一一个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的。我们认为这是伊朗做的，因为他们的弹药非常不准确。他们根本就没有准确性可言。这是伊朗干的。在您看来，无条件投降是什么样的？您想从伊朗那里得到什么？我说的是无条件投降，不是有条件的。我说的是无条件的，这就是他们认输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再也无法战斗，或者是他们没人可以再战斗的时候，那也可能发生。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多次消灭了他们的领导层，所以如果他们投降或者他们全军覆没的时候，他们在军事上就已经变得毫无用处。总统先生，我能问您彼得昨天问过您的那个问题吗？当时您说时机不对，但他当时是问是否有迹象表明俄罗斯以某种方式支持伊朗参与此事。不，我没有收到任何这样的信息，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如果他们真的在支持，那他们做的可不怎么样，因为伊朗的处境不妙，很不乐观。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怎么样？现在那里几乎没有船只通行。那是船只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已经把它清理干净了，我们已经消灭了他们的海军，他们的海军现在沉在海底，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们预计油价会上涨，他们确实会涨，他们也会下跌，他们会跌得非常快，而我们也将清除地球上的一个主要的毒瘤。我们将会清除一个毒瘤，你知道，别忘了10月7日，别忘了这些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这些都是伊朗这些人造成的。所以我们正在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不仅是为了以色列，
不仅是为了中东，更是为了全世界。贝森特部长宣布了一些举措，暂时允许俄罗斯向印度出售部分石油。您是否正在考虑其他举措，包括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吗？我会采取一些措施，只是为了稍微缓解一下石油的压力。但是石油很多，我们有很多石油，我们国家有大量的石油，有很多石油资源，那很快就会好转。您会考虑在某个时候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吗？是我把战略石油储备建立起来的。拜登动用他们是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一些额外的选票，结果根本不是他参选，是哈里斯。他显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选票，因为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胜利，所以他本来打算用它来获得选票的。我把石油储备填满了，而他却把它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开始，这基本上是一种直觉，我们将开始重新填满这些战略储备。在什么情况下您会派遣地面部队？我现在不想谈论这个。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你知道我不会回答的。有可能吗？也许会，但必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必须是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我会说，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做了，他们会被彻底摧毁，以至于无法在地面上作战。您是在考虑那里的石油设施吗？伊朗海岸边有一个石油设施，可以由地面部队保护。有些猜测认为那可能是一个目标。我不知道那些猜测是什么，但我当然不能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你了，我自己都会有麻烦的。总统先生，难道你不需要地面部队来确保核设施的浓缩铀安全吗？我们会查清楚，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个。那是一次彻底的摧毁，他们一直没能拿到它。也许在某个时候我们会去做的，你们知道，那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只是在重创他们，但我们还没有去追击它。不过那是我们以后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不会那么做，也许我们以后会做。先生，您说过您想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选择，您能谈谈这个吗？因为我不想我们每隔10年就去管伊朗一次，而且大多数总统他们大多不明白情况，所以不会这样做。但我们不想每隔5年或10年就回来处理一次，所以我们想选一位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带入战争的总统。你们对皮特或史蒂夫有什么问题吗？请到这边来。史蒂夫，请过来。维特科夫先生和伊朗政府的残余部分达成协议还有没有空间？我认为这要由总统来决定，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在第一轮谈判中似乎不太好说话。你们听到了我说的，他们说我们拥有不可剥夺的铀浓缩权利。他们吹嘘拥有60%的铀浓缩燃料，足够制造11枚核弹。他们告诉我，也告诉贾里德，我们不会通过外交途径给予你们军事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所以你知道的，我认为他们需要改变一下态度。你希望在协议中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你认为现在拥有最大的谈判筹码吗？我认为总统已经证明我们有。伊朗今天指责美。我们有很多谈判筹码，也许是最大的筹码，但我们不急于达成和解。他们想达成和解，我们不急于达成和解。先生，英国政府现在已经提出愿意提供一些基地供使用，而您之前曾表示对他们非常失望。是关于那2艘航母吗？我是说英国基地。你看到我刚发布的回复吗？没有。我刚刚发布了一个回应。英国愿意派遣2艘航空母舰，也许吧，但他们还不确定。我刚刚做出了回应，我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现在不是时候。如果2周前他们在就好了。但是，我认为我发布的回应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今天伊朗指责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他们说那可能会为对基础设施的其他打击打开大门。这也会让我们有机会对他们进行其他打击。您能回应那个指控吗？听着，我不会谈论伊朗，他们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之一。他们砍掉婴儿的头，他们把女人劈成2半，看看他们在10月7日做了什么。
看看他们在过去47年里做了什么。我对海水淡化厂的事一无所知。如果他们抱怨一个海水淡化厂，我们抱怨的是，他们不应该砍掉婴儿的头，明白吗？维特科夫先生，您是否已告知俄罗斯人不要向伊朗人发送目标信息和其他援助？已经强烈表达了。他们这样做了吗？我希望他们没有。有没有证据？我们不知道，但情况不太好。如果他们真的在提供信息，那也帮不了多少。如果你看看伊朗过去1周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们正在从俄国获取信息，也没什么用。如果他们真那样做了，这对您意味着什么？即使这对伊朗人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他们仍然是在卷入。他们会说，我们也对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儿，不是吗？他们会那样说，不是吗？我不知道，听着，他们可以提供他们想要的所有信息，但接受他们信息的人已经手忙脚乱了。俄罗斯自己也会手忙脚乱的，任何人都可能手忙脚乱。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那是我在我的第1个任期内建立的。不幸的是，我现在被迫使用它。但当你看看我们对委内瑞拉做了什么，当你看看我们用 B-2轰炸机做了什么，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伊朗本来会在2到3周内拥有核武器，而我们阻止了它。这场战争彻底阻止了它。你问到是否会去处理核武器的事，在合适的时机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不是快用完了？你认为伊朗还会继续反击吗？不仅是摧毁他们的制造能力，我们对他们的制造业打击得很重。他们现在发射的量只有他们最初2天里发射量的9%。我们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了。我们摧毁了大约70%的火箭发射器。发射器是很重要的东西，很难弄到，而且非常昂贵。如果你们想谈论筹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筹码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对他们的打击越来越重，他们自卫的能力也越来越弱。我们每天都在加强攻势，为总统争取他想要的结果，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所以您是觉得他们2方面都快撑不住了？因为你看，我的意思是，他们现在派出的无人机少了很多。他们正在被大量消灭。现在你知道，到某个时候，我甚至觉得可能没人会剩下来说我们投降。他们正在被大量消灭，而且你看，他们突然之间，他们向那些被他们袭击过的中东国家道歉了。我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非常惊讶。但你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我们和那些真正是我们的朋友的中东国家的胜利。但我想，他们不会再向那些国家开火了。他们已经道歉了，我们拭目以待。但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那简直就是投降。我今天就称之为投降。当他们道歉并说不再向那些国家开火时，那实际上就是向那些国家和我们投降了。还有其他问题吗？先生，一些伊朗人担心库尔德人会像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样划出一块自治区域。我们不打算让库尔德人介入，我们和库尔德人非常友好，但我们不想让这场战争比现在更复杂。不，你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是的，我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不希望库尔德人介入，我不想看到库尔德人受伤或者被杀。我们和他们关系一直很好，他们愿意介入，但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不希望他们介入。你觉得伊朗的地图还会和现在一样吗？战争已经够复杂了，没有他们介入都已经很复杂了。你觉得结束之后，伊朗的地图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吗？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也许不会。有没有航运公司接受了美国提供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保险？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保险和再保险系统。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你们都知道的。所以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行动，但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而且我们将会清除掉很多病态和精神错乱的人，也就是那些领导层。所以我们清除掉了一个领导层，然后又清除了第2级的领导层。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第3级或第4级的领导层，他们现在的领导者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了。非常感谢大家，谢谢。